安徽淮南街头独自卖菜的妹妹，黄瓜咋卖的1块5两斤。这种弯的，一看就好吃，不打药的是吧？对，我刚才还剥的，给你尝一尝。这还能尝啊？对，尝一尝。这个特别好吃。都自家菜园，我都得。来2斤吧。好。妹妹，你那个腿是怎么回事2年前被电瓶车撞了。？2年前撞的还没好啊？啥病是这么厉害？去医院检查过后，发现中大奖了。啥意思啊？对。啊？发现的时候肺已经扩散了，医生说我只有3个月生存期。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小姑娘的故事，她普普通通的身影出现在安徽淮南的街头，面前摆着一小筐黄瓜，黄瓜1块5两斤，不打药的，刚摘的，尝一尝吧。语气软软的，带着羞涩，却又异常坚强。她看上去并不像一个老练的蔬菜摊贩，却是一个正在抗癌的小女生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这位在街头吆喝着卖菜的妹妹，年纪还不到16，却已经被诊断出了骨癌。视频的记录者是一位叫爱画画的紫金的博主，他没有做太多煽情的描述，只是默默地记录了他卖菜的过程。1块钱。你一天这些菜都卖了，能卖多少钱20多块钱吧。他笑着招呼人尝一口黄瓜，他说自己尽量不让妈妈太操心。他的眼神清澈平静，却比大多数成年人都坚韧。有人会问，一个得了癌症的孩子为什么要独自出现在街头卖菜？他的家人呢？他的医疗保障呢？有没有人帮他一把？这些问题就像视频中姑娘一句话带过：爸爸是个老实人，妈妈也挺累的，能自己扛就扛吧。在我们镜头外，他正经历着化疗、疼痛还有贫穷，可在镜头前他却微笑着说，吃了止痛药还能坚持一会儿，卖完这些菜就回去。你能看得出来，他不是不怕疼，而是怕花钱；不是不想休息，而是不敢倒下。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家庭？怎样一个社会环境，让一个癌症少女不得不靠自己在街头撑起生活？这等一会儿，不着急。看你现在什么情况？到目前为止做了20次化疗，手术都是自己一个人签字的。你家里人呢？家里人不懂。他说吃了止痛药还能撑一会儿。他说得很平静，就像在说今天的菜卖得还行一样，没有哭也没有喊。他甚至于会主动告诉博主，因为天热把假发摘了，并且露出了那个因为化疗而被剃光了秀发的光头。我先热，然后把假发摘了，这样子做凉快。哦，你这样的呀？哦。那一刻你会突然安静下来，不是感动，而是羞愧。我们很多人从没有吃过一口自己亲手挣来的饭，却在健康安稳的日子里抱怨生活的不公。而这位姑娘在一场只有30%治愈率的疾病的摧毁里，还撑着身子努力为明天多攒几块钱。后来她才慢慢讲起了自己的情况。她说自己得了骨癌，已经化疗过了，现在只能靠吃止痛药缓一缓。有时候一阵风吹过来，人会一下子站不稳，但她不想回家躺着。她说反正躺着也是疼，还不如出来卖点菜。她的爸爸是个老实人，他没说爸爸做什么工作，只是说他脾气好，不说话。妈妈呢也挺累的，在菜市场帮人干活，一天几十块钱。她说妈妈太辛苦了，我能动就不让她管我。大了，这是我妈妈。哎，阿姨好。我妈妈生了病，然后在
你好，叔。我爸是聋哑，他听不见。哦，你好，叔。他那天知道我们家不容易，给我爸介绍的那个，就是一大袋米袋，就他一个人装货卸货。我哭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已经这个样子了，然后我还生病拖累他们，我感觉我自己特别没出息，只知道哭。在博主跟随着姑娘去拜访她的家以后，才了解到，姑娘的母亲是小时候生过病，心智就像5岁的小孩，父亲呢又是个聋哑人。村里知道他们家不容易，就给他父亲介绍了装卸大米的工作，每天能赚点钱回来，给女儿买药，给家里买菜。一个癌症病人，2个残疾父母，这个家仿佛天生就被命运抛弃，但他们没有哭，没有怨，反而更努力地活着。他说，爸爸是聋哑人，妈妈心智不全，我是家里最健康的那个，所以我来卖菜。这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窝。他已经得了骨癌，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，可他却说自己是家里最健康的那一个。他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认真的。这不是小大人，这是成年人都很难做到的理性和忍耐。在一个本该被保护的年纪，他却在拼命地保护别人。你听到这些话时，会不自觉地沉默下来。他说的太轻太淡了，好像这是一个孩子该承担的责任，好像抗癌止疼卖菜全是理所当然的选择。可是他其实才多大？他不是一个人扛着病活下去，而是一个人扛着病赚钱。他的目标不是活得更好，而是不拖累父母。很多网友看到这里都会问，孩子生了重病，难道就没有医保，没有救助吗？他为什么不在医院？为什么要靠卖黄瓜维持生活？可事实就是这么简单，他家没钱了，前期化疗花光了所有的积蓄，后期治疗根本负担不起，求助了5个电视台。这个治病的费用从哪来？一开始没有钱治病了，当时联系了5家电视台，只有1家回复了，第3天就来我们家做到，我才继续到医院治病。我比较幸运，还有很多人能看到我，帮助我下去，所以我走到现在能靠大家的托举吧。回家那喊一声爸，喊一声妈，就很知足。幸亏呢，有一个电视台真的来为他报道，才使他继续能够治疗。他觉得他还是比较幸运的，能有人看到并且帮助他。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一刻，田野里的风吹过了他的头发，声音有些惨，但人没有低头。一个正在和癌症对抗的姑娘，不求希望，不求奇迹，只求能挺一天是一天。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坚强，而是一种冷静的可怕的自觉。他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准备好接住他的重。他说，能自己扛就扛，扛不住也别让爸妈看见。哎呦，谢谢，这个太好了，干杯！我从来没有因为就是爸爸妈妈特殊自卑过，从来没有感觉有什么好自卑，我就希望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，一辈子都不要紧。他不知道你这个情况？不知道。你爸爸呢？我爸爸无法跟他解释我这个是多严重。他以为是受伤了呀啥的。做化疗的时候，他们每一次问我，小姑娘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然后我说爸爸妈妈身体不好。我也想象不到还能这么乐观的。只是我对外面表现出来，有时候半夜会自己抹眼泪。这一刻，我想不通，也说不出口。一个孩子
不该拥有这样的成熟。他的沉稳不是成长，而是贫穷和苦难提前砸出来的性格。他并不想哭，他怕哭了家人会心疼。他也不想倒下，他怕倒下之后，家里就少一个能出去挣钱的人。在他的世界里，没有国家兜底这种词。也许他听说过救助金，但那太遥远了，流程太复杂了。他也许被问过有没有医保，但那点报销掩盖不了实际的痛。他更知道，最现实的事不是等谁来帮，而是今天能卖掉一筐黄瓜，明天就有一顿饭。所以他不等也不求，他就这样一个人拖着生病的身体，自己去医院，自己去化疗，自己签字手术，自己照顾自己。出院了就坐在街头，靠微笑，靠耐心，靠1块5两斤的黄瓜摊，维持着一个家最薄弱的希望。有人说他是小小的年纪扛起了整个家，但我们更应该问的是，为什么一个孩子要扛起整个家？国家的兜底机制在哪里？社会的托举系统在哪里？那些宣传册上说的重点困难、家庭帮扶机制，在他身上没有真正落实。这不是一场个别的不幸，这是一个社会对底线的遗忘。我们不能继续活在个案的感动里，这类故事出现一次就该反思一次。我们有那么多的政策，那么多的指标，为什么总是有孩子、病人、老人从系统中滑落？一个癌症患者，2个残疾父母，一家3口在人群中努力地活着，不喊痛，不喊穷，只说我只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能熬过爷爷奶奶。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爱你的和你爱的人存在，你不舍得也不愿意离开。我就希望时间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我可以熬过爷爷奶奶。一个熬字道出了人生无尽的痛苦。姑娘不是不想上学，不是不想治病，只是她的生活没有留下这些选项。她活成了这个家最后的力量，用尽一切力气，只为了不让她的爸爸妈妈多掉一滴眼泪。而我们只是在短视频里流泪，然后划走。这个社会不能再用普通人扛一下就过去的逻辑继续下去。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扛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该学会沉默。制度存在的意义，不是等你撑不住才来给你送花圈，而是你快倒下时，有一只手把你扶住。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该去努力的地方，像他这样的孩子，哪怕不喊痛，也有人发现；哪怕不求人，也有人帮他托底；哪怕一言不发，也能被看见、被照顾、被尊重。因为他真的已经做得够好，他的爸爸妈妈也早已用尽了所有能坚持的方式，剩下的真的不该再靠他们自己。而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这种被默默牺牲的故事？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感动，却从不追问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？是谁把这些孩子、这些家庭留在了制度的缝隙中？他们求过助吗？有没有人真正回应他们？一个孩子得了癌症，他不在医院，他在街头，他的每一块钱靠自己挣，他的每一分痛靠自己扛。媒体拍了，网友哭了，可他的生活并不会因此而轻松。我们可以感动，但不能停在感动。我
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建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，却给不了一个病童最基本的保障？为什么我们有铺天盖地的短视频扶贫，却没有一个真正能托底的制度性的安全网？我不知道该怎么结束今天的讲述，因为这个故事没有结局，他还在街头，黄瓜还没卖完，病也还没有好。我只知道我们不能只在屏幕前流泪，也许我们帮不了所有人，但至少该有一个制度，它不靠流量，不靠偶然，不靠一两个好心人，它靠规则，靠责任，靠社会良心，把这些孩子稳稳地拖住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好在这个姑娘遇到了好人。没错，她确实遇到了一个爱画画的子晴。她不是英雄，她只是一个拒绝视而不见的人。在这个世界里，选择冷漠是最轻松的，但选择关心意味着你要承担很多沉重的东西。子晴没有回避，她让这个家庭第一次在互联网上被看见、被倾听、被记住。就是想比爷爷奶奶多活1天就可以了，我怕到时候他们承受不住。无问又唱歌，所以好了，这画的好像，我好看还是我好看？这茄子们老好吃了，够吃够吃。那个二维码给我们转钱。不用了，你说来，不用了，这不值几个钱，第一次赶紧给我，加赶紧给我。哎呀，说了转就转，赶紧的。这你那个些就给20块钱。但是不行，我说了给500就得500。到了啊！不要那么多。我们常说媒体要监督权力，要曝光不公，但其实更基础的是先去看到人本身的苦难。而紫金做到，他的镜头不是猎奇，不是消费悲情，而是一双干净的眼睛。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普通人都去当记者、当公益人、当社工，但至少可以像他一样，在看到悲伤的时候，不嘲笑，不冷漠，不转头。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遇到紫金，但如果我们每个人多看一眼，多说一句，或许这个世界会慢慢变得好一点点。就像那个小姑娘说的，只要有人愿意帮帮我，我就还能坚持。她的坚持靠止痛药、聋哑的父亲，靠心智不全的母亲，也靠无数素不相识的网友。可如果制度完善，他本不必如此早熟，也无需如此坚强。明天依然没有圆满，也没有反转。黄花滩可能还在街头，聋哑的父亲明天还要去扛米袋，而姑娘依旧得跟腾腾赛跑。我无法为你提供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，只能把这段沉默摆在你面前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不正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